这个女人到底有多飒？在她的新书签发会上，患自闭症的男人被恐龙服的小孩所吸引，孩子爸见他靠近，二话不说将他推倒。男人拿出同款的恐龙小玩偶，孩子爸竟直接抓住他的头发。好在这时男人的弟弟刚泰赶到，就在双方对峙时，女人文英迈着霸气的步伐走了下来。孩子爸气焰嚣张，凭什么要跟这种人道歉？文英称把我的签书会弄得一团糟，是向我道歉。孩子爸依旧不服气，文英也是不和他多叨叨，直接抓住他的头发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这时孩子妈跑出来护短，也是口无遮拦，因为对方说话结结巴巴，就说有个疯子要伤害我的孩子。文英怼人也是句句犀利。这一顿操作把俩夫妻治得一点脾气都没。他此刻眼神里只有对面的刚泰，因为两人在儿时就相识，刚泰如同王子般治愈过文英的童年，但他只看到了文英脚踩花的一幕，却没看到他是笑着跑下楼。因为文英有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，长大后再次相遇的他们，刚泰不敢再靠近曾经冰冷的他，而摆脱控制后的文英却是全力地向他奔赴，抓住机会就开撩。因为你戴帽子会看不到你好看的脸。刚泰简直被撩得脸红心跳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不长眼的老男人打断了他们。身为评论王的他，手上正捧着封口费，过来就展示自己的专业，出口成章的污言碎语。你和你妈妈一样，不仅文笔好，还很性感。看着这厌恶的嘴脸，文英刚想动怒，被刚泰一把拦了下来。评论王继续出言不逊，说起文英母亲身亡，父亲住进精神病院的事儿，说完洋洋得意地走掉。但以文英霸道的性格，怎么会任人欺负？他在楼梯口找到了评论王，评论王觉得票子有点腻了，想要点更刺激的。文英缓步靠近，他的下一步你永远也想不到，拿起对方的钢笔就挥了过去。评论王被吓得连连后仰，接着一个指头他就被摔得人仰马翻。就在文英要离开时，刚泰叫住了他，教他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将双手交叉交替拍自己的肩膀。文英显然不是老实的主，他直接反手过来抓住刚泰的手，化被动为主动。我不喜欢背对着你的方法，按着刚泰的脖子就差点零距离接触。刚泰实在是被撩得小鹿乱撞，文英想让刚泰当他的安全插销，控制他的情绪，但刚泰选择了逃避，并提到以后不要再相见。但现在的文英显然不是容易放弃的主，在收到刚泰的调查结果之后，就在公司代表对昨天的舆论而崩溃时，文英已经踏上了追男神的道路，优雅地打开伞，伴随着一双红色高跟鞋落下。他的到来预示着你逃不出老娘的手掌心。男人正在更换衣服，整整齐齐的8块腹肌看得我眼泪从嘴角流出。突然间，一个女人出现在旁边，文英看见刚泰健硕的身材，不仅毫不避讳，还做了屏幕前我们最想做的动作。刚泰赶忙推开，还让他赶紧出去。显然此刻文英还没看够，刚泰只好强行将他推出去。文英视线全程都没离开过这8块腹肌，好不容易将粘在身上的文英推到门口，结果这一幕正好被两人的发小撞见。
文英还添油加醋地将手放上去，发小简直都看呆了。刚泰尴尬地立马将他推开，终于是摆脱了这块牛皮糖。文英露出了得逞的表情，发小却尴尬一笑。文英为了追刚泰，不惜来到这个偏远的病院当义工，而且全程火力全开，迈着最优雅的步伐，说着最狠的告白。还不时冒出一些虎狼之词。刚泰满脸疑惑，原来是文英梦到了梦魇般的母亲，想到了刚泰教他的控制情绪方法，这才平静下来。可到了文英嘴里却变成了这样。刚泰无奈地赶紧阻止，叫他安静一点，然后又在刚泰转身走掉后，文英猝不及防地冒出来一句，这一下可把刚泰吓得不轻，快步飞驰带他离开这里。刚泰直接来了个逼咚，让他适可而止。文英反问他为何过得这么无趣，接下来几句话说的刚泰瞬间泄了气。隔天文英又来到病院找刚泰，却遇到了一个狂躁症患者。患者努力地展现着自己的线条，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。文英将差别对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患者只好尴尬地把衣服合上，文英让患者上了车，一路疾驰。果然得到消息后的刚泰也立马追了上去。文英将患者带到了他父亲选举会上，患者来到台上疯狂发泄，就因为他资质差，父亲就修理他，想要被关心才会疯狂闹事，结果这才真的发了疯。刚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想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为自闭症的哥哥而活，自己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情绪，仿佛也在这一刻释放。文英的反社会人格却在用自己的方式救赎他人，刚泰似乎也被他打动。这个女人为了追到男神，不惜到病院做义工，还主动咆哮式告白。在她不懈努力下，两人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。他们为了躲雨来到一家旅店，老板见两人都淋成了落汤鸡，便主动给他们推荐房型：镜子房还是主题房，亦或是 cosplay 房。老板见他扭扭捏捏的，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，招呼他靠近，又给他推荐各类小玩具，有点过于刺激。刚泰听到这立马就要走，老板还提供免费按摩浴缸做挽留。文英听到后连连点头，而刚泰还是执意要走，文英直接对着他就来了个反壁咚。老板全程一脸吃瓜的表情。刚泰抬头看向文英后，被撩的还是赶忙开一间补房来压压惊。结果弄了半天，刚泰发现自己也忘了带钱包，他只好冒雨带着文英来到暂住的朋友家。刚泰准备给他打车费后让他自己回去，结果文英盖上被子就要在这儿过夜，刚泰只好强行拽他走。可文英就像牛皮糖一样粘在枕头上，好巧不巧，正在这时，刚泰的朋友来找他，吓得刚泰赶忙出去将朋友推开。朋友疑惑他怎么满头大汗，是更年期到了吗？说着就要进到屋内，这一脚怕是没个100年功力踢不出来。朋友被吓得差点人都没了。朋友觉得刚泰十分可疑，说着就要冲进去看他躲在房里在做什么。好在刚泰功力深厚，身手敏捷，好不容易才把朋友给打发走。结果要进去的时候发现门锁了，刚泰苦苦哀求开门，文英却提出要求要留他过夜。就这样，文英如愿的和刚泰共处一室，但如果就这样平静待一晚上可不是他的风格。大半夜的时候，他拿脚在那里疯狂试探，抓住他的脚不耐烦的甩开，文英又假装不自觉地滚到刚泰身边，一把将他抱住。谁知刚泰根本不吃这一套，顺手就给甩开，文英还很识趣地转了回去。刚泰此刻已经看穿了他的小心思，抓住他的被子就拖到了角落里，钢铁直男简直暴露无遗。第二天一早，
同样喜欢刚泰的发小给他送牛奶时，却正好和留宿的文英撞见，情敌见面那是分外眼红。文英告诉发小自己已经告白，谁知发小竟一巴掌扇了上去。